重生第16章格式化。灵魂有重量吗？借着这个问题，我想表达几件事。首先，我想感谢看到这里的每一位读者，因为你有一个纯粹的灵魂，愿意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期，也依然不放弃幻想，并以此视为一片乐土，寻找自己的初梦。也许我们都会有一段无法提及的过去，但我相信无论如何保持独立思考与想象力，只要换个角度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画面。或许你会发现，他人口中的对与错、好与坏，只是思考的方向不同罢了。其次，关于外星人，我想说到目前为止，记忆中还没有真的见到过，所以我无法擅自断言有或是没有。不过我保有谨慎态度，倘若哪天真的遇见以及证实它来自地球之外，那么我会考虑改变我的想法。但提到灵魂，我希望我们可以跳出一些观念的限制去思考它。毕竟面对这种玄奥的话题，除了合理的幻想，以我们的所知，实在是无法企及。我记得有个外国人，早在100多年前曾提出灵魂大约21克的观点。对此，我只能赞许他敢于将想法付之行动的精神，只是细节上的处理不足以使人信服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正常人的肺部可以容纳6克左右的空气，当呼吸停止的那一刻，身体会释放掉这部分重量。那么这21克的说法就有待考量。再者，如何判断灵魂何时离开身体？究竟是心跳骤停的瞬间，还是要等到脑死亡？想到曾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，他买了一块移动硬盘，并记录最初的重量，然后开始拷贝数据，1个小时后再来测量，其结果就不必叙述了。我在想，有没有人新买一部手机或者电脑，也要做一次同样的实验呢？也许不会有人真的去实验室求个明白，但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答案。只不过后来与齐浩洋谈论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新认识的朋友却给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答案。虽然冲击力太大，但过后想想，也许真有那个可能。毕竟从原子到夸克，人们逐渐发现这个世界只要敢想，要多大就有多大，要多小就有多小。也许有一天，继希格斯玻色子已不再是预言后，引力子的证实也随之解开了今天未解的难题。我一直以为，如果身体消亡，意识也就不复存在，至于去到哪里，无从得知。但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些，只觉得在坠入火山口之后的瞬间，看到的不再是鲜红炽热的岩浆，而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那种感觉就像被粘稠的液体所包裹，还在不断地下沉。记不起下沉了多久，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。我很想挣扎，可无论如何都使不上劲儿，直到我感到下沉的速度逐渐变缓后，落在了一片潮湿的环境之中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此刻的周围已是一片黑暗。我摸索着想站立起来，可一碰到身下的地面，立时又被滑倒在地，只好转过身，慢慢地弓起背，爬了起来。我完全无法想象此时身处何地，
只觉得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湿滑。会不会是海底？我心里暗自猜测，却又觉得难以接受。如果是被巨浪卷进了火山口，即便有海水降温，但那毕竟是上千度高温的岩浆，别说海水无法熄灭，就连岩石都会片刻化为熔岩。那我又如何能穿过那道火口来到这里呢？一时之间，我竟毫无头绪，除非……我不敢想象这会是事实，可相比而言，这已是较为合理的猜测了。只是不解，为何此时我还有触觉？虽然我发不出任何声音，但触摸到墙壁上的反馈却让我吃了一惊。我立时下意识地把手缩了回来。我判断这个地方应该是火山岛的底部，也有可能穿过了软流层，甚至坠入了地心附近的某个位置。这个地方至少是炽热难耐，或者到处都是坚不可摧的物质。没想到只是那么轻轻一触，却感受到了一种极其柔软的质地。我再次触摸感受，手掌缓缓划过，像极了无比娇嫩的皮肤，但还是猜不到那是什么材质造成。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，虽说是走，可我却感觉不到双腿有任何阻力，不如说是我的意识在朝着某个方向移动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远处有一团光亮，因为除了光亮之外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个隧道，而那光亮应该就是隧道的尽头。想到这里，便向着那个光亮的方向前行。一路上我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哪怕是水声或是隧道墙壁的回声，完全没有，只是一片寂静。当距离光亮越来越近时，我感到身体开始发热，以至于后来有些难以忍受。我的手在空中摸索着，试图脱掉身上的衣服，可是什么也抓不着。直到我来到光亮的跟前，才发现哪里是什么隧道的尽头，那是一颗悬在半空中发着光的球。因为发出的光线比较强烈，所以我根本无法判断发光体的大小，只觉得那是一个球，正在发出湖蓝色的光芒。就在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，借着它的光线，我特地看了一眼我的手，这才发现除了光亮什么都没有。我再低头看去，身体、四肢完全看不到。我竭力地舞动着全身，好让我看到些什么，哪怕是残影也好，可是依然什么都没有。正当我打算继续向前试图触碰到它的时候，我猛地感觉一阵火辣辣的灼痛，瞬间融入了光亮之中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感觉已经进入了光亮的内部，里面的一切看起来很陌生，却又有种莫名的熟悉之感。虽然我被固定在某个位置，再也无法移动，但我的视线还是可以看到周围的物事，有如无数星辰，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圆形球体悬挂在无垠的空间中，各自闪烁着绚丽的光泽。此时就好像身处在浩瀚的宇宙中一般。我竟被眼前的奇景所震撼，它们发出淡淡的光芒，似乎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彼此交流。在这里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，所谓的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，
我就像他们其中的一颗。一个念头逐渐清晰，虽然曾无数次想象死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，但此时的内心却平静无比。当然，如果我还有心的话。身体和意识，包括一切感官，都彼此分离。如果不是死，还会是什么呢？灵魂之旅吗？猛然间，我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但说不清楚。这里既没有温度，也没有声音，甚至连空气也没有。我能看到的只有在我身边不断闪烁的圆形光点。也许正是这些光点在向我传递着信息，因为它们好像都在冲着我快速地发光。格式化，我立时反应过来。虽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但我还是瞬间收到了信号，就是那么直接，那么准确，甚至不用转译便立刻理解了信号的意思。这一刻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就是因为如此简单的信号，却比过多的言语表达来得更为详细透彻。没有错，被格式化也就意味着我将不复存在，而重点不是外壳，却是即将抹去的记忆。